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？他没有讲几句话，你就莫名其妙的信了他，听他的。也有另一种人，明明很有道理，可是一开口你就想反驳，想躲。为什么同样一件事，有人三言两语就让全场点头，有人讲到口干舌燥还是没有人理？2000多年前，有一个神秘的隐士，把怎么看穿一个人，怎么说动一个人写成了一本书。他教出来的2个学生，手上没有一兵一卒，光靠一张嘴，就搅动了整个战国七雄。在这个人人都要沟通、要谈判、要争取的时代，看懂人、说动人这件事，其实比你想的更值钱。你身边那些升得快、混得开的人，靠的往往不是最聪明，而是最懂人心。这本书就是《鬼谷子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它。先花1分钟，搞懂这本书跟它的作者有多夸张。《鬼谷子》的作者，相传是战国时代的鬼谷子，本名王许，因为隐居在一个叫鬼谷的地方，世人就叫他鬼谷子。他到底是谁，至今是个谜。有人说他是纵横家的祖师爷，有人把他传成上知天文、下晓地理的奇人。但真正让他名震千古的，是他教出来的2个学生，苏秦和张仪。这2个人，一个搞合纵，联合6国对抗强秦；一个搞连横，拆散6国去讨好秦国。他们手上没有一兵一卒，靠的就是一张嘴，却能让7个国家的君王跟着他们的话团团转。你想象那个画面，苏秦游说成功的时候，身上同时挂着6个国家的相印，走到哪都是座上宾，而这一切不是靠打仗，不是靠财富，纯粹靠他一张会说话的嘴。一个人能把说话练到撼动天下的程度，背后一定有一套方法，而那套方法就写在他老师鬼谷子的这本书里。鬼谷子教的不是花言巧语，而是一套看透人性、掌握人心的底层逻辑。在这个人人都要沟通、要谈判、要影响别人的时代，这套2000年前的世人说服术，可能比你想的更管用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鬼谷子，那就是4个字：百合纵横。百是打开，是说；合是关闭，是不说。鬼谷子认为，所有的沟通与较量，本质都是一开一合之间的拿捏，什么时候该说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他有一句很核心的话：百合者，天地之道，开与合，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，当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则。听起来很玄，但拆开来，其实就是一套非常实际的功夫。先学会闭嘴，会听，会看，把对方摸透了，再决定怎么开口。说白了，鬼谷子整套学问都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在任何一场对话、谈判、较量里，怎么让主动权站到你这边？而他给的答案，从来不是更会讲，而是更懂人。先看透对方，再决定要不要开口，开口说什么。我得先讲清楚，鬼谷子这套东西常被误会成厚黑、耍心机。但你越往下听，会越发现，它的核心其实是尊重人性的真实。人本来就会趋利避害，会口是心非。你看懂了，不是为了害人，而是为了不被伤害，也把话真正说到对方心里去。接下来，我用5个鬼谷子的核心心法，告诉你这套看穿人、说动人的本事，到底怎么用在你的人生里。第一个心法是整本书的总纲，百合，也就是开与合。鬼谷子说，口者，心之门户也，嘴巴是心的门户，一个人心里在想什么，迟早会从他的嘴里露出来。所以高手聊天，重点从来不是我要讲什么，而是我什么时候该开口，什么时候该闭嘴。该开口的时候，把话说到对方心坎里；该闭嘴的时候，半个字都不多说，让对方去填补那个沉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谈判桌上最厉害的人，往往话最少？他先让你说，让你表态，让你把底牌一张一张掀开，自己却不动声色。举个例子，面试的时候，越是急着自我推销，讲个不停的人，常常分数越低，而那种先问清楚公司最需要什么，再针对性回答的人，才真正打中要害。再看一个生活场景，
业务高手卖东西，从不一进门就狂讲产品，他会先问你，你现在最困扰的是什么？等你把需求一条一条说出来，他再开口，每句话都打在你的痛点上。话不用多，全说在刀口上，这就是先合后摆的威力。先把嘴闭上，把耳朵打开，等你摸清了局，再说的每一句才真正有分量。这就是百合的智慧，先合后开，先收后放。沉得住气、忍得住话的人，才掌握了整场对话的主动权。为什么闭嘴这么难？因为人有想被看见的本能，一紧张，一想表现，话就停不下来。但鬼谷子提醒你，在还没有摸清对方之前，每多说一句，都是在泄露自己，把主动权往外送。记住，会说话的人赢一时，会闭嘴的人赢一世。第二个心法，最反直觉，却最高明，反听，用相反的方式套出对方的真心。鬼谷子说，欲闻其声反默，欲张反敛。你想听对方多说，自己反而要安静；你想让对方放开，自己反而要先收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越急着表达，对方越被动；你一沉默，那股空白的压力反而会逼着对方开口，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所以真正会聊天的人，懂得用沉默和反问当钩子。对方说一句，你不急着接，只是看着他，点点头，他就会忍不住再多说，把藏在后面的真实想法也吐出来。举个例子，同事跟你抱怨工作，你如果急着给建议，他反而闭嘴，可是你只要说一句后来呢？然后安静听，他能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连带他真正的不满，全都告诉你。再看谈判桌，对方开出条件，你却只是沉默地看着他，那几秒的安静会让对方开始不安，忍不住自己补话。当然啦，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谈。你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没有接话，对方就先让了一步。很多时候，沉默本身就是最有力的一句话。鬼谷子把这叫以反求复，用相反动作去得到你想要的回复。这一招在带人，在教小孩身上也一样好用。你越是急着说教，对方越关上心门。你只要先安静地听他说完，他反而愿意把真正的想法交给你。听，是这个世界上最被低估的影响力。下次你想了解一个人，别急着说，先闭嘴，先听。沉默才是最强的提问。第三个心法是鬼谷子的读心术，揣情谋意，也就是揣摩对方真正想要什么。鬼谷子说了一句很犀利的话：揣情者，必以其甚喜之时，往而及其欲也。意思是，要摸清一个人真正的欲望，就在他最高兴的时候去探他，因为人一得意，就藏不住自己的心思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人在最害怕、最愤怒的时候，也会把真实的好恶暴露出来。简单讲，看一个人，别只听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在情绪上头时露出什么。举个例子，谈合作，对方嘴上说价格不是问题，可是一聊到交期就眼睛发亮，反复追问，那你就知道他真正在乎的是快，不是便宜。摸到这个，你的筹码就全变了。看人也是，一个人得意了，被踩到痛点了，那一瞬间的反应，比他平时100句客套话都真实。所以鬼谷子提醒你，重要的判断，别在对方端着、演着的时候下，要看他松懈的那一刻，放松了，得意了，情绪上来了，那才是真实的他。把人看在那一刻，你就很难看走眼。还有一个更实用的角度，与其拼命猜对方要什么，不如先看懂他怕什么。人为了避开害怕的东西，往往比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更愿意点头。摸到对方的怕，你就摸到了那把钥匙。揣摩不是耍心机，而是真正去理解对方要什么，怕什么。你越懂对方的心，话就越说得进去。第四个心法听起来简单，却是一切的根本。知人要先知己。鬼谷子说：知之识己，自知而后知人也。要了解别人，
得从了解自己开始，先看清楚自己，才有能力看清楚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最大的盲点就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猜别人。你自己爱面子，就以为人人都爱面子；你自己怕吃亏，就以为人人都在算计。你越了解自己的情绪、欲望、惯性，就越能跳出来，客观地看懂别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鬼谷子还说，事无常贵，事无常失，世上没有永远尊贵的人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。看人看事，不能套公式，要因人而异，随机应变。举个例子，同样一件事，对重感情的人要讲情，对讲利益的人要讲利，对怕风险的人要先让他安心。看错了人，用错了方式，话再有道理也是白讲。很多人说话不被接受，不是因为不够真诚，而是因为用自己的频道去对别人广播。你以为的好意，在对方的频道上可能根本收不到讯号。先读懂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在乎什么，怕什么，再决定怎么说，这才叫真正会沟通。鬼谷子甚至认为，能不能看懂别人，取决于你有多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一个连自己都骗的人，看谁都是扭曲的；一个能诚实照见自己的人，看人才会准。所以，先把自己这面镜子擦干净，你才照得清别人。是人的起点，永远是自知。最后一个心法是鬼谷子的格局，是贵治人，而不贵贱治于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做事最宝贵的是掌握主动权，去引导局面，而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鬼谷子说，掌握主动的人是握拳，被动挨打的人是致命。主动权在谁手上，结局往往就由谁决定。那怎么掌握主动？他说，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，真正的高手，把心思用在别人看不到、想不到的地方，别人还在反应眼前，他已经在布局后面3步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上，被动的人是别人丢什么他接什么，整天救火；主动的人是提前看到问题，先一步把方案准备好，等大家慌的时候，他不慌，因为他早就布好了局。谈判也是，被动的人跟着对方的节奏走，主动的人设定议题，控制节奏，让对方在自己画的框框里选。那主动权怎么抢？关键就2个字：准备。你比对方多想3步，多背一套方案，多看懂一层人心，主动权自然就到你手上。鬼谷子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从来不是临场耍嘴皮，而是在开口之前，早就把局看透，把路想好了。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那张嘴。历史上苏秦、张仪能撼动7国，靠的就是这个。他们见每一个君王之前，都把对方的处境、恐惧、想要的东西摸得一清二楚，所以一开口就正中下怀。表面看是口才，骨子里是准备。但要提醒，鬼谷子的治人不是操控，不是害人，而是看得比别人远，想得比别人早。真正的主动权来自看得透，准备得够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鬼谷子今天的5个心法串成一句话复习。第一，百合，该说则说，该闭则闭，会闭嘴的人才掌握主动。第二，反听，想听真话，先沉默，用相反的动作套出对方的心。第三，揣摩，在对方情绪上头时，看穿他真正要什么，怕什么。第四，知人先知己，先擦亮自己这面镜子，才照得清别人。第五，是贵治人，把心思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抢在前面布局。你发现了吗？鬼谷子从头到尾都在讲同一件事，少凭感觉，多用观察，先懂人，再开口。百合教你掌握开合，反听教你套出真心，揣摩教你读懂欲望，知己教你看清自己，智人教你抢得先机。5个心法其实是同一种能力的5个面向，把人看懂。真正的高情商不是很会讲话，而是很懂人心。听完很过瘾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做的小练习。
今天起，在任何一场重要的对话里，试着做一件事，先听完，再开口。别人说话的时候，忍住你想插嘴、想反驳、想表现的冲动，真正的听，并且观察他的表情、语气，在意什么。等他完全说完，你再开口。你会发现，光是这一个小改变，你看懂的东西，说中的重点，会比以前多得多。这就是鬼谷子的第一课，先懂人，再说话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《了凡四训》，聊聊那个古人相信，现代人也验证的主题：命到底能不能改？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人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们下集见。